有緣人，若您刷到這條影片時，請勿錯過，此乃天意之賜，您的財運將如約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請滿懷信心，親自迎接這份富貴。訂閱點讚，給這份福澤一個回應，讓財富與健康更加穩固長久。有福之人在留言區評論一句接財接好運，為家人和孩子接下這份好運。願你闔家歡樂，事業順利，疾病與霉運永遠遠離你們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內容是，屬雞人注意，大雪節氣前有破財星靠近，這3件事一定不能做。一到大雪節氣前後，很多屬雞人總會感覺到一種說不出來的心慌，好像錢特別容易從指縫裡溜走，做什麼事都有點不受控。其實這並不是你敏感，而是因為今年的大雪節氣前，屬雞人確實有一股破財星悄悄靠近。這個能量不是說一定會讓你破大錢，但如果你不懂得避開某些行為，控制好運流向，那些原本能留下來的錢財，很可能會因為一時疏忽失去。如果你最近在心裡默默想，為啥我最近支出特別大？為啥好像躲不開一些額外的花銷？又或者，為什麼最近稍有差錯就被捲進一些麻煩？那麼這期視頻，你更要看清楚，因為這股能量正在你身上起作用。屬雞人在五行裡帶金，大雪節氣前正值水氣增強的時期，水來克金，這就意味着屬雞人在這個時間段會出現一種外力干擾你的判斷，錢財容易被沖散的趨勢，你的直覺會略顯下降，本來清楚明白的事，會變得猶豫不決，本來穩穩的財運，也容易因為別人一句話、一件事、一個情緒而被帶偏。很多屬雞人在這段時間脾氣會變得急躁，容易衝動花錢，甚至會因為別人需要幫忙而不好意思拒絕，導致自己背負一些不必要的支出。要知道，大雪前後正是年度能量轉換的關鍵節點，尤其對你這種五行金比較強的人，會形成金被凍住、財氣被逼壓的局面。看似沒什麼，但對你的財運影響非常深。這段時間的破財星不是那種遇到就破大財的恐怖力量，而是一種潛移默化、小額累積、心軟意失、衝動誤判的類型。如果你不注意，可能這段時間花出去的錢都是不必要的，可能會糊裡糊塗幫別人背鍋，也可能因為壓力或情緒出問題，而造成金錢、機會上的流失。所以，屬雞人在大雪節氣前一定要注意3件絕不能做的事，因為只要你避開它們，破財星就很難真正影響到你，反而會因為你避免了錯誤行為，讓你在節氣之後的財運變得更加穩當。首先，屬雞人在大雪節氣前千萬不要隨便借錢給別人。屬雞人平常精明，可到了這個時間段，你的同情心、面子心會突然變強，別人一句求助、一點情緒、一點壓力，你就容易軟心。可偏偏在這段能量偏弱的時期，你借出去的錢很容易有去無回，尤其是那些急用過幾天就還的，你多半是聽了好話，看了可憐樣，卻根本回不來錢。破財星最怕的就是你主動給別人機會來消耗你的運勢，而借錢恰好是最容易讓你破財的方式。有些屬雞人可能會說，這人我認識好多年了，不好意思拒絕。但你要記得，破財星不是通過壞人破你的財，而是通過你心軟破你的財。你越是顧及情面，就越容易被能量牽着走。一旦借出去了，對方也不一定是故意不還，只是会被事情拖着，最後变成你心裡憋氣，對方也不好意思開口，而你錢就這樣被困住。大雪前借錢是屬雞人這一年裡最容易產生無果之財的行為。第2件絕不能做的，就是不要做重大投資或衝動購買貴重物品。這段時間你的判斷力確實不如平時敏銳，尤其是大額消費、簽合約、投資、買貴重電器、換車之類的行為，都容易在之後讓你後悔。
你本來是精打細算的人，但破財星會讓你出現短暫的判斷盲點，會把某件東西看得特別剛需，某個機會看得特別穩賺不賠。可是幾天後你回頭看，才發現自己完全被情緒推着走。屬雞人在這個時間段容易出現一種錯覺，我要補償自己辛苦這麼久，該買點好的。聽上去沒錯，但這並不是適合買貴重東西的時機，尤其是那些別人推薦的東西，別人慫恿你投資的項目，別人說現在不做就虧的，你越是匆忙做決定，越容易被破財星精準命中。你不妨把所有大額消費延後10天，節氣過後再看自己的心態。如果那時你仍然覺得值得買，那就買。但如果你發現自己情緒平靜後根本不需要，那你就成功躲過一次破財劫。第3件絕不能做的，就是千萬不要在情緒不穩定時做決定。屬雞人在大雪節氣前情緒會特別容易被外在事情牽動，比如別人一句話、一個誤會、一件突發狀況，都可能讓你突然生氣、難過、着急、委屈。而你在這種波動情緒裡做出的任何決定，無論是花錢、投資、答應別人、辭職、合作，甚至連家庭方面的財務安排，都容易出現重大誤判。破財星最喜歡的就是利用你情緒大開口的時刻來影響你的運勢。你只要情緒不穩，你做出的決定8成都不利自己，尤其是那種衝動拒絕、衝動答應、衝動購買、衝動轉賬的情況，在這段時期特別頻繁。你只需要記住一個方法，只要你情緒不穩，所有涉及錢的事都往後放24小時，只要你拖1天，基本上你就不會被破財星抓到空檔。屬雞人在五行中的金屬性本身就帶着冷靜、理性、智慧、判斷力強的特質，但每到冬季水氣增強的節氣前後，就會形成水克金的局面，外界能量壓過你的固有優勢，讓你容易出現疲憊、心煩、判斷混亂、注意力下降等狀況。所以大雪節氣前，你越是越想保持冷靜，你越能避開那些不好能量，越是能推遲決定，你越能避掉破財的坑，越是能守住底線，不心軟，不衝動，你的財運反而會在節氣之後重新上漲。其實屬雞人今年的整體格局不是差的，只是大雪節氣前這段時間是一個能量反轉點，看似平靜，卻暗藏很多小坑。如果你穩得住，就能把這一段變成守財階段，守住就是賺到。如果你亂了陣腳，就可能會讓這一段變成漏財階段，不是破大財，但會讓你煩一段時間。所以為什麼說屬雞人要特別注意？因為這個時間段，你的優勢會暫時被壓住，你的弱點會被放大，而破財星就是抓這個時間點來考驗你。一旦你成功度過大雪前這段時期，節氣之後的能量反而會把你推向一個更穩、更順、更容易賺錢的階段。因為水氣轉強之後，金被水磨練，反而會變得更銳利。也就是說，你的大腦會變得更清醒，你的判斷力會恢復，貴人運也會再次出現。尤其是在事業、投資、合作、人際方面，你會明顯感覺比之前順得多。這就是為什麼說大雪節氣前的破財星不是壞事，而是一種過濾器。它會把一些不必要的人、不必要的花費、不必要的衝動幫你過濾掉。只要你守住底線，反而會越過越順。所以屬雞人在這段時期要特別穩住自己的能量，不衝動，不心軟，不亂花，不做大決定。你只要守住財，不讓錢亂流出去，就是在給自己積累明年的好運。尤其是12月後半段開始，你會發現錢變得比較容易進來，偏財機會增加，人際也變順，合作的人態度變好，家裡的事情也更容易理順，財運會越到年底越穩定，甚至可能在春節前迎來一次小小的意外之財。屬雞人這一段時間真正的重點不是發財，而是守財，不是擴張，而是穩住。
不是拼運氣，而是避風險。只要你挺住破財星的干擾，大雪過後的你，就是穩步上升的你。如果您覺得本期視頻對您有幫助，別忘了評論、點讚、分享加訂閱頻道。在接下來的視頻將繼續揭示幾千年生肖文化密碼背後所孕育的哪些命運和神秘信息。願您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穩健而有力，確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堅實可靠。